6号，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组织战机进行跟监警戒。另据日媒报道，美军将从2024年开始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升高地区军备竞赛及紧张局势。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2月6号，美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上次美军 P-8A 侦察机过航台海是在约2个月之前的10月12号，而在11月2号，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过航台海。有分析指，美方近年来对华抵近侦察越发频繁，但过航台海的频率则维持基本稳定。这显示一方面，美方依然通过秀肌肉来向其盟友展示美军依然可靠，但在中方多次划红线以及解放军实力增强后，美军也意识到过航台海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但美方近年来在中国周边推进印太战略，重新将所谓第一岛链武装化的趋势值得警惕。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3号报道指，美陆军可能将从2024年开始在关岛基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声称要打造便于反击且不易被攻击的移动发射装置，来增加对中国的威慑能力。该报指出，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在西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美苏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限制两国禁止拥有射程在500千米到5500千米的陆基导弹。2019年，美方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并随即启动中程导弹的研发。第一步很有可能在关岛要部署这种武器装备，但关岛距中国大陆将近4000公里，所以这些导弹如果真的放在关岛，对于关键海域有威慑能力，但是对中国本土的打击能力、覆盖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判断呢，下一步像标6和陆基战斧导弹组合大概只是第一步。2023财年，美国陆军编列了代号为“低风”的机动中程导弹项目预算。主要内容就是试验性将陆军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发射装置集成到半挂式卡车上。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罗布·菲利普斯透露，将于2024年起落实低风计划，这也将是中导条约失效之后的首次部署。据悉，首个陆基中程火力连已经于去年12月服役，包括一个连级操作中心、4辆原型发射车以及改装拖车，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 Mk41垂直发射系统。美国陆军计划组建4个中程火力连，每个连将装备8枚战斧巡航导弹和8枚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是美军的主力导弹，射程超过1500千米，最初为海基版，其陆基版本是美方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第15天就试射的首款导弹，而标准6导弹原本是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远程防空导弹，射程为240千米至460千米，可用于对付固定翼飞机、反舰导弹及处于飞行末端的弹道导弹，必要情况下还可以充当反舰导弹，攻击敌方水面舰艇。从2020年10月开始，美国陆军开始将标准6导弹用于对地攻击，旨在打击对手的陆基远程导弹和地面目标。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美国陆军的无奈，因为目前来说呢，美国陆军自己搞的2款导弹还没有完全服役，他们就先借美国海军的导弹。你像这个战斧，就是美国海军发展的，到现在呢，发展了30多年了啊，比较成熟。那么它之前在舰上使用，那么把它简单的改装一下，拿到陆地上发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标准6啊，是一种舰对空的导弹，但是借用它的这个弹体呢，给它稍微改一改，让它打击地面目标或者海上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低风系统，美国陆军还编列了射程更远的暗音高超音速导弹和远程精确打击导弹的预算。去年3月，美国陆军第1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炮兵团接收了第1批暗音导弹的训练用硬件，但武器本体研发进度落后。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可通过发射车进行陆基机动发射，射程超过2700千米。据美军方官员介绍，该导弹最大速度可达17马赫，主要用于对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不过，该型武器的研发似乎遇到不少问题，原定今年3月、9月和10月的3次试验性发射都被取消，这意味着今年内实现首批交付的计划铁定泡汤。但分析指出，虽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研发不顺，但很可能将是美军接收的首款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其他型号面临的麻烦更多。我想呢，这体现出呢，美国三军在研制高超声速导弹方面呢，它有些仓促上马，有很多的这个隐患。而且呢，你像美国空军的 AGM-183，包括美国陆军的暗鹰，都是鹰钩里翻船。你像 AGM-183多次试射失败啊，有的是没有从这个载机上弹射下去啊，有的是把它弹射下去之后呢，没有点火。都是可以说是鹰钩翻船，包括这次美国陆军暗鹰之所以推迟试验，也是因为发射装置的问题，这个弹呢和发射装置之间的匹配有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中导系统首先可能部署的地点关岛，这也是美军所谓第二岛链的核心战略支点，最重要的前哨基地和重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除了中程导弹设施，美军近期还将在关岛新建20处防空导弹阵地和雷达设施，意在加大对关岛战略资产的保护。据悉，美方制定了10年内投资110亿美元的计划，全面提升关岛的指挥、保障和防御能力，为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规模投资，意图将关岛打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以及印太战略的前沿基地。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认为，美国在中程导弹的部署初期还将采取机动部署的策略，即通过联合演习实现小规模短期部署。这意味着美军也将向盟友推销中程导弹。例如，今年11月，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自卫队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以作为支援日本实现导弹战略3步走计划的第一步。根据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实际上中国的邻国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均反对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军的中程导弹，因而美军将逐步改为出售战斧等中程导弹的方式实现部署。值得警惕的是，美方部署中岛还碰瓷台湾问题。上个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宣称，明年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陆基中程导弹，以阻止中国大陆打击台湾。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说，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岛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中方要求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